梦想跟现实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在赖的社群里面单问我的一个这个问题。那我想啊，一定有很多人也有一样的困惑。我是 Dawson，一直在用梦想赚钱的创意人。今天呢，我将在电影里面去分享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奇迹》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其实有这一个问题的答案。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啊，我相信你的转念可以带来你的人生改变。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哦。你是不是常常忙得跟狗一样，一放假就想睡觉？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日复一日的过程，早就已经忘记你的梦想是什么，哪有力气去实现梦想？又或者是不是觉得应该要先顾好现实，再来聊梦想？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我想它是大部分人心中的疑惑感慨困扰所以今天特别去挑选这部电影，让大家从这部电影当中去获得一些人生启示。那是枝裕和导演呢，其实是一个善于去剖析人跟人之间情感的一位导演。那看完这部电影，就可以得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生启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启发就是你会知道梦想跟现实到底该怎么选择。第二个你会得到人生启发，就是连10岁的孩子都知道，如果遇到钱不够、时间不够、等资源不够的时候，他该要如何解决。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电影情节。这部电影其实在讲述一对离婚的夫妻，各自带着孩子在生活。那弟弟跟着爸爸，然后爸爸是个音乐人，然后是一个很典型这种理想主义的人，住在福冈。那哥哥呢就跟着妈妈一起住，那妈妈是一个超市的收银员。妈妈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然后妈妈跟哥哥住在鹿儿岛。就有一次哥哥就上课的时候就听同学说，刚开通的新干线列车当高速列车两台高速列车相遇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能量，在这个时候许愿就可以成功。于是哥哥就跟几个好朋友说，哎呀，想要去这个列车相遇的地方许愿，然后他许的愿望是，他希望鹿儿岛的火山爆发，一旦这个鹿儿岛的火山爆发，他就可以跟妈妈还有爸爸一起团聚了。然后他也把这个想法跟他弟弟说，然后弟弟呢就带着他几个好朋友一起从福冈出发，兄弟俩呢就相约在新干线那个相遇的地方来许愿。那这部电影呢，其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其实这个启发就应该是说，你看电影当中的孩子的父亲，他其实就是代表了一部分的理想主义者。那追求音乐的梦想，然后可能生活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就很专注的去做他自己梦想的事情。然后呢，妈妈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现实主义者，是不是就代表理想主义的人跟现实主义的人，其实在这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群孩子在要上课的情况底下，没有钱的情况底下，用充满创意的方式去翘课，甚至翘家，去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你可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想要达成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充满了天真的创造力跟想象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点，这才是关键。好，那理想与现实该怎么平衡呢？就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让你现在在做的工作，或者是你想要做的梦想，这中间产生一点关联，这样子梦想跟现实就可以兼具了。好，更重要的是不要担心害怕，带着勇气去行动吧。但怎么做呢？所以我就来提供一下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小方法。以前呢，我很想要去做跟美术相关的工作。那做美术相关的工作，我要去哪里找呢？其实当时我设定一个目标是，只要跟艺术相关的事情，我都愿意去。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呢，是到印刷厂当调色工。哇，在做调色工虽然很辛苦，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个很棒的职业，但是我那时候刚退伍，在做调色工的过程当中，我就对于色彩的敏感度非常高。我就觉得我做的跟是美相关的接着呢，我又去应征了商场里面的橱窗设计，因为我的经验不够，所以呢，他们就说，那你干脆先去卖衣服好了。当时我卖的衣服是 Conti Casson、Issey Miyake 跟 Prada。好，那这些高端品牌呢，其实每一年他们的设计风格都会有设计助理来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今年的衣服会从这个角度去设计。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学习到
如何把创意概念形成作品。除了我每天白天上班卖衣服之外啊，下班了以后啊，我还会去橱窗设计部门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然后我就当时就帮他们去做一些橱窗设计的工作。结果呢，没多久，橱窗设计的部门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上班吧？我就去了那边上班，包含我后来去了影片制作公司当美术助理，在做美术助理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哇，原来这部广告应该要怎么拍。然后那时候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导演的后面提的便当。导演不喜欢把便当放在地上，所以我就提了便当。结果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哦，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得在现场，只有导演、摄影师、灯光师、美术指导、客户，还有我可以站在导演后面，看着他们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我觉得那段的经历啊，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进到了广告公司，做到创意总监。可是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往往那些工作啊，给了我一些很重要的启发，那些很重要的学习经验，在我后来的工作当中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作用。所以你会发现啊，梦想跟现实如何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呢？其实就是把你的梦想先想出来，然后呢，去找到跟这个梦想相关已经被开发出来的工作，就去做那件事情。如果你今天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你写的东西还没有人看，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先找出版社啊、杂志社啊、书店去工作，各种只要跟书出版相关的，你就可以先去做看看。参与了整个过程，了解整个生态以后，其实它也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如果今天你想当一个歌手、一个音乐人，那你就可以先去录音室当助理。你们想一想，周杰伦是不是也是这样？这种状况像是什么？有人付学费给你，还能够让你学到东西，并且有一天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想要自己出去干的时候，也许你的前东家都还有可能说，要不我帮助你吧，我赞助你吧。所以啊，谁说梦想跟现实是无法兼顾的？关键就在于啊，你有没有想象力跟创造力，关键就在于你敢不敢行动。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啊，用时间来换取收入是一个非常老派的做法。在过去我们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工作状态，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在这个年代要去找一个工作，最好的方式就去找一个能够替自己赋能，并且让自己能够创造出更多想要做的梦想的事情的工作。如果今天你想要知道梦想跟现实怎么样去完美的结合，记得去看这部电影，是枝裕和导演的《奇迹》。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